议员这一块却没有那么的理想。不，这个就是贴的不够紧啊，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因为你们的主打点就是在市长候选人嘛，还有柯 P 本人嘛，那你就连得不够紧了。因为第一次参选，要么就是你这个政党鲜明的特色啦，比如说新党他第一次参选，大概一区提一个全部都当选这样，那就是那个党它很鲜明嘛，我可以抓到少数但始终的票源，他的票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的票，那都是黄复兴的票，或者是就是深蓝的票，那可是他知道他的选民在哪里啊？那我的感觉啦，你们并不知道你们选民在哪里，我的感觉啦，因为你们的选举基本上除了那个学姐有特殊知名度之外了啊，然后他跟柯 P 那个连坐度很高嘛，其他人没有这样的特性，就是说跟柯 P 的连坐度很高，然后你个人知名度也够，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必须要用你的党或者是连接柯 P，然后有共同的东西不断出现，让人家记得，这个人是代表这个党，或者是代表柯 P 来参选。我觉得你们并没有做这件事。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网络上都认识你，那一定也有很多人会投给你。可是，一开始你下去选的时候，真的你实际跟很多人接触，在面对面的接触后，你会发现其实大家对你也不一定说哦，我为什么一定要投给你？所以你必须靠着勤走很多。我真的走了很多市场，我从2月开始一路站路口，然后到市场，真的有的市场我去了4、5次、5、6次，真的一直去，人家才会跟你说，你已经来好多次了，我大概记得你了这样子。所以变成说，在一开始在找选民、找 TA 的时候，连我自己都面对到很大的一个困难。所以那些人可能不认得你吗？真的，一开始是有不认得你的，真的，到今天为止都还有人问我说你有没有选上，就是会有一部分的人，他可能平常就真的没有在看新闻，或者他也没有，他上班就是很忙，他的生活可能跟大家一般想象中你觉得那样的生活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光是找选民在哪里这件事情就花了我蛮多时间。那我最后发现，其实支持我的大部分的群众可能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然后带1、2个小朋友，那小朋友可能就是1、2岁、2、3岁，正在幼稚园或是国小1、2年级，其实蛮多族群是这样的。那可是他们平常又在上班，那也不会说平日你在市场会遇到他们，然后什么时候会在捷运站遇到他们，其实都很困难。所以你要面对面跟他们说上一句话，真的变成要勤走啦，那到处去碰碰看有没有运气会碰到他们。所以这个其实也花了我很多时间。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是空战跟陆战上面的一个调配，因为很多大家会觉得说，民众党在空战上面非常非常强，但我必须说陆战也我觉得很重要，但是尤其是我这次自己下去选了之后才知道别人的陆战是怎么玩的，别人的组织战是怎么玩的，每个礼拜办园游会，每个礼拜办什么不同的活动，这样子去把人家抠起来，那这可能是我们过去民众党在选的时候从来没有遇过的状况。我们可能觉得市场走、商圈走这些固定的基本功课走完之后，还有一些功课是我们要去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选完，我在这边还是要讲说，选完之后这股力量不能散掉，而且这股力量是需要有一个人去把它全部人统整起来。毕竟我们接下来要面对到的是更大的挑战跟更大的队伍要往前走，所以从现在开始这1个礼拜，或许大家可能在休息准备当中，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去把这样的大队伍把它重新准备起来，武器啊、资源等等全部都重新整理好。接下来就是大部队往前走的时候，那大部队往前走就更需要一个团结往前走的这个人可以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觉得整个党到现在为止这样的状况，确实在我们来说确实不甚满意。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资源下去，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生根组织，这应该是民众党接下来的功课。那民进党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愿意配票，可是比如说有40%的人愿意配票，那就有助于救某个人，这是程度的问题啦。那你们的问题是你们没有钱嘛所以你们的网络文宣就要非常发达了。可是我没有看到你们有努力这一块。网络文宣哇，这个就是要非常发达肩膀很重。对啦，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要一波一卡赢了。我讲
所以你比如说你建立了这一个人啊，然后就要拜托他帮你推出去了。这个是苦工了，苦工了。因为过去看起来也只有蓝绿两党说所谓在地方的基层组织，它做的很完整。那个都是实体的啦。对，那我们是一个新兴的政党，那我们对照前面其他几个政党，就是不管你说在比我们之前时代力量，台联啊、亲民党等等，有真的有办法去做到所谓的地方的组织，然后地方生根，可能好几年，有过成功的经验吗？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个人呢，因为有一些无党籍就一直连任了，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尤其是中南部啦，中南部很多无党籍的就继续连任了，当很久啊。其实时代力量这次也选得不好啊，时代力量，那当然也有人在归咎那个提名的过程了啊。那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个人呢，因为即使是民进党啊。那个做得不好的候选人还是会被抛弃，就到时候配票还是配不过去了，所以不只是说政党发展组织啊，其实说比如说个人在深耕地方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些自己，因为人家感受得到，比如说找得到你嘛，那比如说他这个选区，我知道选民服务是非常多的，士林北投他以后一定会非常忙，而且。地区很大，非常非常大，真的上山下海都有，对，就靠河靠海，然后靠山都有。士林北投非常多很资深的议员在做选民服务这一块做得非常扎实，所以其实当初要进来选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觉得这边是比较传统的选区，才更觉得说，那你要挑战这个选区，是不是？我其实也告诉我自己说，陆战要走得更勤，因为你一定得用。脚走的勤才能战胜别人，不然别人其实一扣一个什么座谈会什么这种都几百个人，对啊，你就会很压力很大，想说哇这些人这么多啊，我们的人到底都在哪里？选到最后会怀疑人生，是不是？会怀疑说奇怪，我的那个投票给我的人到底会在哪里？所以其实到最后2个礼拜，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说，那个要人家都说他这个里可以开多少票。这个里可以开多少票，而且每一个都算得出来哦，用手指头算哦。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可能如果真的是下一次选举的话，这也是我们很大的功课，在组织战上面要怎么玩出不一样的心法。其实33的票数，如果扣掉我们这一次民众党8个小鸡得票率，中间还是有一大段的差距嘛。那这个差距其实我觉得转换率也没有到那么高，但是陈时中他。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含泪投票啦，就是像呱吉在选前说的那个，虽然他背后有谁支持什么什么有的没的，但是我还是会含泪投给陈时中。就是蓝绿各自归队的状况，在2018年，可能市长说各自拉5%回去，但今年我觉得各自的拉回去的程度又更多了。那33他确实在空战方面，我觉得最后2天的车队扫街，我自己也参与了一段嘛，我自己觉得在那个现场的气氛，然后再加上你看了直播，然后你会发现越晚越多人看直播，那个感动是在的，然后也是在年轻族群那一块开始有在那2天突然被叫醒的感觉，对，就是会有那种年轻人觉得说，对，我们就是要出来投给黄珊珊，因为我们不能让这个城市被蓝绿抢回去。那我觉得这个氛围在最后2天是看得出来的，但是可能在陆战方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再重新检讨的部分，因为陆战方面。蒋万安在士林北投的陆战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因为我真的在士林北投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就算我没有看到他的人，我也会看到他的口罩摆在桌上，就是这个真的是我一直在思考说，他怎么有这么多人可以帮他去发这些文宣啊，甚至是他到后期，不管在右城的内湖南港，或在我的士林北投，有人站在路口，然后帮他举牌，帮他做什么什么什么，这些都是他们请工读生来，然后最后对，最后就是直接把钱撒下去。所以其实我觉得蒋万安在士林北投这一块，他拿到的这个票。确实是组织上面去动到的，然后他在这边也找到一个非常非常强的怎么说地方头人去帮他，不管是经费上、资源上去帮他挹注，所以33在组织上这一块就确实输给了蒋万安跟陈时中。陈时中其实在组织上面也不弱，其实如果看士林北投民进党的议员选举，这次是选得非常漂亮的，提了5个人全部都上了，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在小鸡去
辅助母鸡的状况之下，我觉得陈时中他确实组织票这块也抓得紧。那珊珊可能就缺在组织票，但是真的比较让我意外是万华啦，就是真的觉得很可惜，因为万华真的是我们当初真的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所以其实万华会这样开这样的票，我觉得其实也有蛮多可以检讨的地方啦。对，网军这件事情从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记得有时候网军会领导党就是从网军开始做的大局为重到后来一系列上至行政院院长都开始在讲大局为重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还犹记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吗？你就出事了。是网军，对，是网军开始的，然后后来整个党都跟着网军走，所以后来这个现在大家开始说这个侧翼网军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存在。这讲这些话就让人家觉得，民进党到现在为止就是硬拗两个字，到现在为止你都不愿意去承认你真的核心的错误是什么，或者是你这次会背离民意的错误是哪些？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民进党里面，但他现在就好像一支箭插在身上拔不掉啦，因为拔了之后血会怎么喷不知道，但是问题是你不拔，那支箭就一直插在那里，所以现在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尾大不掉的状况之下，侧翼网军会越来越嚣张，然后甚至是说他们开口要的东西，我觉得背后开口要的东西会越来越多。那不管是像这个前被罢免的这个市议员，还是说刚刚讲的那些那只猫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他们有利益上面的交换嘛。我想红，我想要有声量，我想让大家知道我是谁。旺旺水神抗菌液，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它是还原成水的，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很好奇在哪里买吧？直接上快点购。